各位朋友，我曾经有一个理论啊，我说呢，中国不需要盟友啊，中国只需要小弟。那有人说了，那个中国有那么大的能力吗？今天呢，咱们就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啊。假如再发生了世界大战，假如国家和国家之间不敢动用核武器的情况下，中国像二战时的德国那样举全国之力要征服全球，结果会怎样呢？我来告诉你答案啊！解放军不但能统一世界，甚至会比当年的德军打得轻松得多。有人说你别吹牛了，为什么呢？我来告诉你啊。很多人呢判断一个国家强弱的时候呢，其实一开始就算错了。如果日子过得富裕就是强国，那么瑞士、卢森堡这类国家早就该是全球霸主了吧？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庇护，就算是胡塞武装也能把这些国家轻易的从地图上抹掉。在和平时期呢，也就是不打仗的时候那些金融国家确实看起来很风光，他们并不怎么制造产品，钱就在账上转来转去，数字呢随便一跳就是几百亿，他们的货币也很值钱。资本满世界跑，老板们敲几下键盘就能影响别国人民的生意和生活。这种时候，那些靠制造出卖产品的国家反而显得笨重又是工厂又是工人，赚来的钱还都是辛苦钱。可是一旦战争真的开打，这套东西就立刻不好使了。金融国家的股票会先跌，钱会逃跑，保险不敢保，银行不敢放贷，账面上那些看着很大的财富转眼间就会缩水。那些平时很值钱的金融工具在炮火面前屁用都没有。这个时候战场上真正有用的就只剩下最原始也最现实的东西了，那就是你的国家能不能把坦克、导弹、飞机造出来，被打坏了能不能马上的修好，消耗掉了能不能赶紧的再补一批，能不能一边打一边不停的生产。说白了，打仗的时候比的不是谁账上的钱多，而是谁家能够造枪造炮造战车的工厂多，生产线多。而那种能把战争当作一项生产任务并还能长期持续干的国家，才是战争时期真正可怕的国家。换句话说呢，和平时代呢，人们容易高估金融国，战争时代一定会低估工业国。明白了这个前提，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当年的德国虽然穷的不行，但它并不是弱国，相反，它是一个极度偏科的强国。在美国真正下场之前，德国几乎凭着一己之力在欧洲战场横冲直撞。它的军工设计、战术组织、装甲突击在战争初期接连奏效，闪击波兰，横扫法国，战场表现堪称教科书级别。那段时间呢，德国人打得非常漂亮，甚至给人一种不可阻挡的错觉。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点，德军之所以前期看起来那么厉害，他的战场战术方面只是表层，更关键的是工业先顶住了。重点是德国的军工体系当时能够支撑高强度的作战，坦克、火炮、弹药都能够持续的送往前线。但问题在于它的工业规模不够大，供给能力还是有天花板卡着，一旦战线拉长，消耗加快，生产就开始跟不上了。前线的士兵还能打，可是后方已经吃紧了，坦克还能造，可却是堆不出什么数量，武器的性能再好，可是造不出来，赶不上损耗，再加上能源粮食和海上的通道被层层卡死，工业刚想喘一口气儿，战场立刻就开始吃亏。所以真正的转折点也就出现在工业更强的美国下场之后。那个时候的美国是全球最强的工业国，它的工业机器一旦全面启动，产能几乎是指数级的增长。
武器、弹药、车辆、舰船像流水一样的往前线送。彼时的英国虽然在衰落，但殖民体系仍在运转。苏联呢，则是用庞大的人口和纵深，把战争硬生生的拖成了一场消耗战。于是德国面对的不再是单点对抗，而是一个完全展开的全球工业联合体。从那一刻起，战场的局势就迅速的逆转。不是德国的士兵突然不勇敢了，也不是指挥官集体变蠢了，而是最朴素的现实开始出现。德国人的生产跟不上了，而工业差距一旦拉开，胜负就不再由某个高明的指挥官或者战术来决定了，而是由产能来决定了。那么如果把这个框架直接套在今天的中国身上，你会发现，假如中国要扫平世界的话，情况跟二战时的德国是反过来的。中国不是偏科强国，而是人类发展至今唯一的全科型的工业国。今天中国的制造业体量单独拎出来，已经相当于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的总和。打仗需要的不是某一项尖端技术，而是一整套稳定、可复制、可持续的工业系统。钢铁、能源、化工、电子、造船、维修、物流，这些东西中国都有，而且不只是有，而是成体系。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旦战争进入消耗阶段，决定胜负的就不是某一次漂亮的军事行动，而是能不能持续的补货、持续的修复、持续的升级。德国当年最怕拖，中国今天最不怕的恰恰就是拖。我可以用大白话再解释一遍，那就是当战争进入到某个年头的时候，解放军手里的武器仍然源源不断，但敌人手里可能就只剩下棍棒和石头了。这不是夸张，这就是工业国和非工业国的区别。再看资源这块，德国在二战里最要命的地方就三样：油不够、粮不稳、海路被掐。反过来看今天的中国，情况完全不同。我知道啊，很多朋友担心中国的石油，其实大可不必。一是呢，中国的石油储备绝对够用；二是大家忽略了一个更关键的现实，中国是一个主要靠电运转的工业国家，中国的年发电量超过了9万亿度，超过美国、日本和整个欧盟加起来的总和。而且发电方式多元，煤电、水电、核电风电、光电一起上，发电的地点还非常分散，极难被一次性的掐断。再加上粮食有储备兜底儿，工业门类齐全，不管哪一环节出问题，都能迅速的顶上。尤其别忘了，中国还是一个内陆纵深极大的大陆国家，就算敌人包围，也很难真的围死。道理很简单，中国不是靠一条航线活着，更不是靠外国的几桶油续命。光说中国自己不公平，不如把对手也放进来比较。当年的德国面对的是一个上升期、目标高度一致、分工清晰的盟军体系，而今天所谓的西方联盟呢，看起来阵容庞大，实际上结构却非常的松散。如今美国军事上唯一能比中国强的地方，就只剩下盟友系统和海外的军事基地了。这一点让他的战争投送能力很牛，但是武器装备的数量和先进性的方面，你不如就迷信中国吧。美国的制造业早已经空心化了，这是众人皆知的。欧洲有技术，却缺乏产能和能源安全。日本和韩国高度的依赖外部的供应链，本身并不具备长期消耗战的能力。更关键的是，他们这几个家伙几乎都是深度的嵌在中国的工业体系里，也就是说，很多他们用自己的东西本身就是中国造的，或者绕不开中国这一环。零部件、原材料、加工环节、配套设备，哪怕不直接从中国买，往往也是第三国转卖的，再倒手给他们的。
这种事儿平时无所谓，可是一旦进入战争，那就非常的危险啊！中国这边供应一断，他们立刻5米下垂。大家要明白，现代战争拼的不是谁口袋的钱多，而是谁能持续的生产。导弹、无人系统、电子装备，谁能够快速的维修、快速的替代、快速的迭代，这本质上就是一场工程能力的比拼，而不是什么浪漫主义的冲锋。对中国这种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来讲，就是主场。所以如果中国把所有的情绪、立场和现实政治全部拿掉，只做那种冷冰冰的能力推演的话，结论其实并不复杂。如果今天中国真的像当年的德国那样走全国之力，走征服全球的路线，那么从工业产能和持续作战的能力来看，中国的胜算远高于当年的德国，甚至会打得更容易。而今天中国的对手整体工业能力和战争耐力反而远不如当年二战时期的他们了。那个时期的美国是全球第一工业国，欧洲还有着完整的制造体系，苏联能够靠人口和重工业硬扛消耗战，而现在的美西方的制造业空心化，产能外移，能源依赖严重，很多关键的工业环节呀，早就不在他们自己手里了。一旦战争的时间拖长，他们首先崩的并不是前线，而是后方的工厂供应链和补给体系，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当年那样长期硬拼的工业能力了。那说了这么多，中国为何没有跃马江湖扫平四海呢？不是因为中国不好战，而是时代变了，工业结构变了。也正是因为中国看懂了这一点，才会清楚的知道征服全球并不是一条划算的路，那是成本最高、风险最大、回报最不稳定的选择。一个真正成熟的工业国更聪明的做法，从来不是推平世界，而是让世界离不开自己。比如你们都要来买我的设备，买我的零件，买我的原材料，买我的中间产品，你们的工厂想要开机就绕不开我，你们的产业一旦升级就得看我这边给不给货，哪怕不想买也得想办法从二道贩子的手里买。再比如他们的新能源、基建、通讯、交通看着挺高端，可是往深层一扒就会发现关键的部件、关键的材料很多都在中国呢。你不想依赖，但是你对中国的依赖已经变成了现实。甚至更简单一点说，不需要占你的一寸土地，不需要派一兵一卒过去，只要中国这边按规则生产，按节奏供货，整个世界就得围着中国转。要是中国偷点懒，慢一点，紧一点，很多国家就没有东西用，就慌了。这就是成熟工业国真正的力量。中国不需要把坦克开到别人的家门口，而是让别人天天离不开中国的工厂、电力、产能和体系。所以中国不是没有能力走战争那条路，而是没有必要。能用生产解决的事儿，能靠订单、供应链标准和体系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用枪炮呢？只要能和平发展一天，中国就能吃一天的红利。如果有的国家非要不知死活的掀桌子，那么解放军也很擅长斩妖除魔嘛。别惹急了中国，那是全世界的取死之道，说的就是美国这些走狗。你们听明白了吗？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